下次能不能早点？我尽量。哪个牌子染头发比较好？我现在用这个牌子就还可以。等会儿我染完了给大家就是看看效果。头皮会黑吗？会黑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。拜拜，听到呼噜声都睡着了。就是直播间里总有一些新来的粉丝。会痒吗？不会痒。这个不会痒。就是因为我的头皮是比较敏感的，所以就是我都会用一些什么草本的之类的，就是特别敏感，我的头皮是特别敏感。我前一段时间你看我掉头发，就是因为那个，就是因为那个什么，就是因为那个头皮发炎导致的。洗着洗着掉色，洗着洗着掉色，什么意思？每次染头发，就是你要挑那个就是什么草本的之类的，对，你要挑那种，因为它染发膏有好多种。看一下效果。小大夫在看我，他去他去充电去了。所以刚才我直播间里有人说什么都睡着了之类的，一看就是新粉儿。拜。他在车上直播，对呀。有人说睡着了，睡什么着？咱不知道，90后，我91年的，我91年的，芝麻以前不知道。打开音箱。大家好，还没开单呢。已进入智能音箱。
播放王心凌观雪。为你找到这些歌曲，本内容由 QQ 音乐倾情提供。手指头染黑了，咱们再等5分钟，就可以见到它这个颜色。像我染头发，我就不会去什么这什么这个美发店，因为我头发白的特别快啊。因为我大概半个月头发就会白啊，因为它长得比较快，因为我可能就是熬夜啊，长头发长得比较快。自己放心，就是自己染的不太好，但是就是染发店就是是不是变黑了？再等一会儿会更黑。除了头发没什么变化。是这莫德里是什么意思？我染个头发，然后我给大家变个脸是吗？我染完头发，然后突然就这个不是我了，就换成别人了。会越来越黑。植物染发改不，你一直是这个状态，没什么改变啊，没什么改变，是不是？肉眼可见的黑，等会儿还会更黑。反正我手是黑了，蹭到衣服洗不掉，洗不掉。你看，其实你们现在看不到，我的这个胳膊上全都是小黑点儿，因为刚才我在搓的时候，崩到我的这个胳膊上了。比小大夫还年轻。我觉得年轻是一种状态，就是因为小大夫，我最喜欢他的那个就是没有烦心事儿，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年轻就是一种状态啊，跟头发白呀什么的没关系，跟年纪也没关系。我觉得小大夫如果说他以后生活比较顺利的话，他40多岁他依然是那种状态。对比了一下，好可爱。对比了一下，对比谁了？会不会更黑了？看我这边没染，他就看不到这个黑。不用洗，等会儿就是洗澡的时候洗就好。它洗衣服上洗，就是粘衣服上粘不掉，不是粘衣服上洗不掉，但是你要是皮肤上是能洗掉的。
没什么压力，他的压力来源于我吧，他的压力就是我给的。前两天我不是把他骂哭了吗？这两天他就表现特别好，就是让我会觉得说，就是他是阶段性的，就是就有很多情况下，其实他会做一些让我比较想放弃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可能很聪明，他能感觉到，就是说，哎，可能这是一种拉扯，然后差不多了，然后线快崩了，然后他就缓和一下，或者说他就突然给我个甜枣。为什么骂他？就是有人在那个他直播间里说，那个我在酒吧里跟别人亲在一起了，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乱亲人之类的。然后我那天晚上喝多回来，然后他就问我，然后我就炸了，我说你听别人说的吗？他说是的，他说直播间里有个人说的。我说那你现在问清楚他是谁，他在哪儿看见的。然后他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喝多了，心情不好，然后我3、4点钟跟他吵架，我说你现在就去找这个人，你务必问他在哪儿看见我跟别人亲的。结果他就真找到这个人了，这个人还真回复他了。然后最终呢，就这个人就跟他打太极，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俩好好在一起就行。然后我说不行，不要让他说这种话，就让他说出他在哪儿看见我的。你先问他是哪儿人，他大概就是这小大夫问了就是，然后他没跟我说怎么回事，他说这个人承认他是在造谣了。我说不行，你现在你就给我问清楚他是哪儿的人。然后就问出来了，这个人是黑龙江人。我说黑龙江人他在哪儿看见我跟别人啃的？他是黑龙江人，我在深圳。我说他来深圳了吗？他说没来。我说那他怎么看见我在我酒吧跟别人啃的？然后这个人就承认了，承认就是在造谣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喜欢小大夫，想让小大夫跟我闹别扭，怎么样的。然后我生气的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遇到这种事儿他没脑子。不是，他可以不信任我，你可以不信任我，但是你这个事儿吧，你必须你是怎么回事？你得思考。就别人说什么，你可以不信任我，因为确实我拿到的剧本，我人生现在的剧本就是不是一个绝对正派的一个人，或者说就是完全阳光暖男的一个形象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让我最气愤的是你没脑子。你就算你不信任我，你可以就是调查我，或者说翻翻我的就是聊天什么的，就是那个社交软件什么的。你不要你上来就问我，你首先你都搞不清楚这个人是哪儿的。你说一个黑龙江人，然后在黑龙江看到我在深圳的酒吧跟别人接吻了。就是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接受不了的，就是他没，就是在我的眼里就是说，你这是蠢灵，我就这么说他，我说你就是一个蠢，就是这个蠢，我真的是接受不了。你哪怕就是你真的不信任我，我都会觉得说，我老婆真有意思我老婆就是在调查我都觉得很好玩就是说，而且其实我生活当中我喜欢作一点的。我喜欢那种史密斯夫妇俩人都就是斗智斗勇。你不能说你怀疑我，然后你就说怎么地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就是我不喜欢跟傻子玩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所以我就很生气。
很生气。然后而且那天因为是凌晨3、4点钟他跟我吵架，不是他问我这个事儿，然后我把他骂了嘛，把他骂了以后，然后那天是七夕，我就反复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你在七夕的时候你问我这句话，我说咱们这个节怎么过啊？我就说咱们这个节怎么过？我说七夕的晚上凌晨的时候，你跟我说明天咱俩吃不吃饭？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办？他说我错了。我说别跟我说我错了。我说我就问你怎么办？他也说不出来。第二天我就一直在，因为第一天晚上其实我没问特别多，因为我已经喝多了。第二天我就把这个事儿整体的问清楚了，我就说他没脑子。结果说着，我一直在说没脑子，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们不太懂，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百里屠夫，可能比较强势，啊，说就得了呗，但其实不是这样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不是跟你们过日子，啊，他不是跟你们过日子，不跟你们过日子，所以你们都无所谓，你们就是一个听者或者说观者。但是我俩是过日子，我俩过日子的话，我必须得告诉他这个事儿有多严重，我让他怎么做怎么改，所以我就反反复复的在说这个事儿，全程不给他好脸色。后来他就一直在认错嘛，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健身？结果他又健身，然后我就把他骂到委屈的哭了。哭了以后，就是他马上要哭的时候，他小嘴在那憋着，就是哇的一下要哭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我赶紧哄，我说那别哭。对，就是我一直都是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去强调，你要不强调，他记不住啊。你可以就是说一直宠着，但是这个事儿解决不了。相反，你可以就是按照我的心理，我就是会觉得说俩人沟通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一定要重视，重视完以后一定要改，哪怕我就是跟你吵架，这个事儿咱们也要不能说重蹈覆辙。所以就是你看他哭了，我马上就去哄，也不会影响感情。但是你要是一直的就是放任他，我就会觉得说啊，那可能是一种爱，但是那不是一个长期对双方友好的一个状态。因为一个人在付出，一个人在忍让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累。对，而且我这个人就是会有一点点洁癖的点，就是我是绝对不会亲别人嘴的，亲别人嘴一定是我喜欢的人。就是我在酒吧里，就是哪怕我喝的再多，我不会跟别人接吻。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这样，就是说，约炮不会接吻，那我不约啊，我不能说那个词儿，就是我不约。而且我这个人就是只有真喜欢的人，我才会有接吻的行为。特别是舌吻，对吧？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有这个类似于洁癖，所以就是他跟我在一起500多天了，其实他也知道我从来不跟别人，对，就是我不会就是乱接吻，然后他居然听别人说了，然后他就问我，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这么没脑子？我生气的点在这儿，对。怕舌吻吻到对方的牙结石，不是，就是会觉得说，就是接吻是跟男朋友才会，啊，听起来你们有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你怎么听到的？你怎么听起来的呀？听起来你们有无法逾越的鸿沟，
你怎么听出来的呀？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位朋友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听起来你们有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啊，就是而且我也奉劝一下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喜欢熊狸的，就是喜欢就是对喜欢他的人，就是我奉劝一下，就是有一些孩子吧，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不知自己为何物的人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一点，就是他能喜欢我就不会喜欢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我可能不是一个讨好型的人格，所以他喜欢我一定是代表着说他喜欢我身上的特质。你去当舔狗，他不会选择你。第二点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咱们家里备一面镜子，是不是因为就是网络平台让你看到了很多的主播，所以你觉得你可以选择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，就是我看了他的直播，就是给他面子；我不看他直播，就是我不喜欢他了，他被我 pass 掉了。咱们没有这个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幻想，这个早晚咱们就得认清现实啊，能明白吗？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就是你知道，就这个就是挑拨离间的这个人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感觉就是他对那个熊狸说，感觉你更好看之前是百里屠夫的粉丝，但是感觉你更好看，所以喜欢上你了，所以才挑拨你俩的。百里屠夫也不知道你是谁，你要是不搞这个事情，我甚至不知道他的 ID 是谁。就是麻烦你要清楚知道，就是百里屠夫压根都不知道你的存在，甚至你撼动不了很多的事情，能明白吗？就是你挑拨这个事儿，威胁不到我，能明白吧？就什么，一开始喜欢百里屠夫，但是现在不喜欢了。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也没法知道，我也不关心这个事儿，能明白不？就是就这种行为，就是让我会觉得很他不知道这个，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角？就是很奇怪很奇怪。我的攻击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对人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就是会觉得说有些人就是蠢，那这些蠢的你骂那么难听，他也听不懂。对，你老了，老的像我干爹了。就是我老了这件事情很奇怪嘛，就是很多人都看着我的剧，什么看着我的剧入圈的，看着我的剧什么度过高中时期怎么样的，就看着我的剧就是这种评论就是很多呀，就是对吧？我都习惯了对，这很就是经常我就是我在拍剧，现在倒不会就是我在拍剧的过程，或者说我在发剧的过程，就有人会说，图图看了你的剧入圈了，图图看你的剧分手了，图图看你剧上大学了，怎么样？前2天我酒吧不是关了吗？我酒吧关了，然后熊里就是那个小大夫不就去那个帮我去收店去了吗？收店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人就问他说，这个酒吧是关了吗？他认出来小大夫了，他说，哎，图图这个酒吧是关了吗？
然后小大夫说是，他说哎呀，喜欢图图很久了，然后一直想说来酒吧，没想到他就是刚高考完有时间，终于有时间来了，终于成年了，然后结果酒吧关了，我在等小茉莉2，罗勇的大结局把我看哭了，对呀、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，就是他刚刚成年，刚刚考完试，好不容易有机会来这边，他哪怕再早来几天，我酒吧都不会关，对，酒吧关了，因为酒吧就是已经做了合约，已经到了3年半了，正常的我其实是3年的合约，然后当时签那个合约就是3年半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3年半啊。小茉莉酒吧还，对啊，就是这样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染头发，我刚染完头发，你看，看这个，等会要洗一下，不好续签吗？是自己觉得做酒吧很累就是我做酒吧，我觉得我整个的状态不对，对，就是状态不对，是你的身体状况和你的心理状况都不太对，就是压力很大，然后喝酒脂肪肝呐、然后包括熬夜，整体的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喝酒喝的就是喝酒喝的，所以就觉得到期了那就不做了，而且就是我身边的90%的身边人，就是家人或者说就是很好的朋友都不建议我去做了，因为就是很累就是很累，所以就是做酒吧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，体验过就好了因为做酒吧了我才有小茉莉嘛，然后现在就是不做酒吧了，那我就有小茉莉2嘛，对吧？就是其实没有我是没有老板瘾，或者说做任何事情是没有，就我喜欢体验更多东西，现阶段是现阶段好好陪小大夫，为什么是我陪他呀？为什么是我陪他呀？我现在更需要陪伴，好吗？接下来做什么？我接下来做什么？我觉得都可以啊。我觉得我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、学习能力会比较强，所以我不担心未来怎么样。飘落的雪。你们小大夫在直播吗？小大夫在直播吗？让他回来吃饭吧，让他不要再冲了，赶紧回来吃饭吧。你去直播间里喊他一下，我要炒菜了。如果在直播，我就没办法跳出去。
笑着哭。39啊。他在车上看你直播，他怎么看我直播呀？他就一个手机，他怎么看我直播？用车上视频看，不太懂。我不知道他手机车上有这个功能。就这2天他超级乖，你知道吧？这真的是他是超级乖的那个状态，就是让我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憋了个大的，就是他憋了个大的，然后要反制裁我，就那种感觉。行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这种个性吧，我说实在的，就他妈得找小孩，然后就找，说实在的，就要找这些乖乖的小孩。有人说太乖了，你不会觉得没意思吗？就是乖当中要有点叛逆。我还蛮享受，就是养成型男友。我觉得谁要跟我在一起啊，就是讨厌我的人都会讨厌我的那个大男子主义，然后喜欢我的人都会觉得说他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他给人一种感觉又像领导又像爸爸又像老师，然后又像那个督导员，反正就是比较，反正跟我在一起，我觉得小大夫会有一点点害怕吧。我觉得跟我分手的，大家可能就吐槽我都是吐槽这个人就会吐槽我，就是会说我说这个人好强势，就特自我。
胖了没有？我最近都瘦了。就是虽然说酒吧是正常到期关的，但是因为还是有感情嘛，有感情，然后会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上火，会有一点点上火，所以就是会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心情做很多事情。都想，因为3年多了，其实做这个酒吧没有怎么出去玩过，所以就想着放空一下自己。我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就是拍戏是需要有人投资的，拍剧呢是非常费钱的，所以我的本职工作不是拍剧，就是有人投资了我才会拍。这回我能解释得清楚不？说你们催我也没用，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很大的资金的。我不可能说，我这边一直给大家免费看，然后我不赚什么钱，然后就一直造福人类，我不可能。对，你们催我也没用，它不是你们催出来的，是有人投资出来的。行了，我要去洗澡去了。